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咱们平时在网上调侃印度觉得人家落后，一天到晚呢就知道搞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在咱们看段子的时候，他们早就暗度陈仓，在地球的另一端完成了一次极其不可思议的人口夺权。当澳大利亚统计局把2025年的人口账本摊开的时候，一个被英国人霸占了整整上百年的榜首位置，终于在今年的4月30号这天换了名字。971020人对阵979050人。各位听好了印裔群体以区70人的微弱优势，直接一脚把英格兰裔从澳大利亚最大海外出生体的王座上给踹了下来。这就叫大水冲了龙王庙，前殖民地把宗主国的老巢给端了。你想想澳大利亚那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是当年英国人插旗子占地盘搞出来大本营啊！几百年来英国人在这片土地上那是说一不二的大老爷。结果呢，当年被踩在脚底下疯狂摩擦的印度人，如今反客为主在人数上直接完成了史诗级的反杀伊丽莎白女王要是泉下有知估计能气的直接从棺材板坐起来。这70人的差距你以为只是个偶然的数字跳动吗？大错特错这哪里是数字的胜利这根本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国家战略拐点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印度这一波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深度布局到底有多狠多绝。这世界上最可怕的改变从来不是开着飞机坦克狂轰滥炸，而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水煮青蛙。大伙儿知道10年前在澳大利亚的印度出生人口是多少吗？才区区的45万人，连现在的一半都不到结果呢，短短10年的时间这印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人口水泵，源源不断向澳洲疯狂输送了超过52万的新增移民这繁衍和扩张的速度简直比春雨过后的韭菜还要猛这绝对不是什么为了讨生活杂乱无章的自然迁徙你如果仔细的去扒一扒这背后的数据你会惊出一身冷汗。这是一场被默许甚至鼓励的人才大迁徙。难怪现在澳洲的社会学家都在私底下疯狂的吐槽，老天爷这帮人根本就不是在移民他们这在澳大利亚搞战略布点很多人一提到移民潮，这脑子里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一帮衣衫褴褛的人坐着漏水的破船，趁着夜色偷渡到海滩上。如果你觉得印度人也是这么干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人家这波操作高级的很，这叫高度精英化技术化的定向爆破。人家不是来抢洗碗扫大街这种低端饭碗的人家是直接冲着你这个发达国家最核心最赚钱最能掐脖子的命脉产业来的。咱们来看一组数据，仅仅在2025到26这个财年，澳大利亚政府就批出了整整 18.5 万的技术移民配额。这帮印度精英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说着带口音但是极其流利的英语，就像一颗颗极其坚定的钢钉狠狠的精准的扎进了澳洲社会的关键关节。医疗、IT、互联网、金融投行、高等教育大伙儿想想，这些都是啥领域这是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骨架你现在去澳洲的公立医院挂个号看病你会发现前台接待你的是印度大妈，给你量血压的护士是印度大嫂，最后拿着手术刀给你主刀的是个戴着头巾的印度大哥。如果有一天澳洲的印度医生集体罢工罢诊，整个澳洲的医疗系统能在1天之内彻底瘫痪，连个感冒都没人给你开药。你再去看看墨尔本、悉尼那些高大上的 CBD 写字楼银行的风控部门、科技公司的代码研发中心，一推开门好家伙，满屋子的印度人什么程序员、精算师、项目经理。当澳洲本土的年轻小伙子还在海滩上喝着啤酒冲着浪抱怨工作太累需要生活平的时候，这帮印度精英正在办公室里疯狂的敲击着键盘，熬着夜把澳洲的 IT 行业生态直接给重塑了这就叫用人口红利实现反向收割。人家不用一枪一弹直接把手握在你国家运转的方向盘上，你敢动它你的车就得翻。如果你觉得印度人只是在职场上牛掰，下班就各自回家，那你就太天真了他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那种深入骨髓的本土化深度和极度抱团。大伙儿如果有亲戚朋友在澳洲墨尔本的，
可以去打听打听啊。现在墨尔本西区的一些地方，那是怎么一番魔幻的景象啊！这些曾经是当地人安居乐业的传统社区啊，现在已经几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小印度呀。街边的炸鱼薯条店关门了，换成了卖咖喱饺和印度烤饼的餐厅。小卖部里摆满了从印度进口的香料。周末的公园里啊，满是穿着传统纱丽的妇女在聚会。当然，这还只是表面现象，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的影响力正在以极其恐怖的速度，从街头的商铺一路延伸到了利益博弈的桌面上。在维多利亚州，印裔社区已经疯狂膨胀到了约37万人。大伙儿可能听不懂这背后的含义我给大伙儿翻译一下，这就是一场现实版的鸠占鹊巢。这帮曾经在当地人眼里唯唯诺诺的外来人正在通过抱团买房、疯狂生娃、抱团发声，一步步的变成这片土地上长久的主人。澳洲社会原本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马赛克正在被一块接一块的撬下来，换上自己的妆这叫多元吗？不，在绝对的数量面前这叫置换。这是一种连当年日不落帝国的后裔都未曾做到过的极其彻底的文化与人口覆盖。咱们再来看一组让澳洲政府夜不能寐，甚至后脊背发凉的历史数据那这组数据揭露了一个比人数超越更致命的趋势：生命力的更替。根据统计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群体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老龄化严重，当地的老大爷老太太拿着高额的退休金，天天在沙滩上晒太阳，而那些年轻人呢，生育意愿极低宁可养条狗也不愿意养个娃。这就导致一个极其可怕的现象，一个越来越老迈、越来越没有活力、生命力不断萎缩的群体，正在被一个更年轻、极度渴望财富、生产力和生育欲极其旺盛的印度力量给死死的包围了。你不愿意生？没事儿，人家印医生一年生4、5个，那都是标配你们年轻人不愿意去吃苦学医？没事儿，人家印度医学生坐着飞机成群结队来填补空白。你们嫌 IT 工作要加班掉头发？没事儿，印度的程序员能卷到你怀疑人生。这种来自人口结构底层的不可逆转的绞杀，才是这套模式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可怕之处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仅老板是印度人，你的医生是印度人，你孩子的老师是印度人，连一家隔壁的邻居全都是印度人那如果说经济上的渗透只是开胃小菜，那么规则上的抱团站队才是他们真正端上的硬菜。这也是我觉得印度移民最牛、最精于算计的地方那大家知道在那边的游戏规则下，什么最值钱不是你账户里有多少钱而是你这个群体手里面捏着多少绝对的话语权。据那个权威数据统计在澳大利亚上次的全国大选中高达 85% 的印裔选民动作整齐划一，把手里面的支持票稳稳地投给了工党。这是什么概念这就好比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的军队，任何一个想要在澳洲掌权的人，看到这 85% 的绝对凝聚力估计腿都得发软。谁敢得罪他们？你敢得罪他们，几百万人就能在下一次的博弈中让你直接卷铺盖走人。这批精于算计、极其善于抱团的移民，正在用自己手里面那张看似轻飘飘的牌，一点一点的实质性的重塑当地的版图。你看现在那不管是澳洲的总理内阁，还是各州的政府所谓的多元化顾问里面，绝对少不了印裔的面孔。他们把这种优势完美转化成在海外疯狂攫取利益的筹码他们在为自己的族群争取福利、放宽移民的配额、争取社会资源的时候，那个声音比谁都大，手段比谁都狠。说到这儿吧，咱们回过头来看咱们自己咱们中国移民世世代代都靠这4个字在海外开枝散叶，勤劳坚韧。但是在构建海外生态圈和获取社会话语权上，咱是不得不承认，我们跟人家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咱们华人出国更偏向于什么？个体奋斗的孤狼模式一个中国小伙子到了海外，刻苦读书，考上了名校，进大厂拿高薪，然后买大房子，娶妻生子，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咱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莫管闲事儿，闷声发大财。要是公司里有升职加薪的机会，2个华人可能还会因为竞争而互相防备。但是人家玩的是啥人家玩的是群狼战术和手拉手式的战略纵深一个印度人要是当上了公司的主管，你信不信不出半年他能把整个部门全换成他的老乡。
当咱们的华人还在想着怎么攒钱给孩子报钢琴班的时候，人家已经在社区里选出了自己的代言人，在帮着家乡的七大姑八大姨搞签证了。如今当他们熟练的用人口作为无坚不摧的杠杆，在海外的各大发达国家疯狂的撬动资源杠杆，甚至开始左右这些国家决策的时候，咱们还能只当个段子看吗？这种肉眼可见的差距和战略压制已经到了绝对无法忽视的地步了。大伙儿可能会纳闷那既然这个事儿这么可怕，澳洲政府为什么不赶紧管管呀？把大门关上不就行了吗？这就是这盘棋最精妙也最让人绝望的地方澳洲政府能关门吗？绝对不能啊！因为无论谁在上面坐庄他们背后的金主都是那些贪婪的资本和庞大的产业机器。那资本家需要什么呀？需要的是廉价、高效、能拼命干活，而且技术还不错的人才血液。当地老龄化的社会提供得了吗？提供不了啊！没有这帮移民填补进来澳洲的经济明天就得停摆，房价明天就得崩盘，医院后天就得关门，这就叫刚需啊！人家正是极其精准的瞄准这个发达国家无法治愈的绝症，然后展开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人才输送大戏。澳洲政府明明知道自己在饮鸩止渴，明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被换血，但是为了眼前的经济数据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能捏着鼻子继续大口大口的喝下这杯苦果。